第一次是这个样子，第二次是这个样子，第三次是这个样子。水电施工图纸看错，导致安装一个浴缸跑了3趟。电钻响，黄金万两。大家好，我就是安装工小米。这是我们去年第一次来安装这个浴缸。为了把它搬到卫生间，这个浴缸是立起来，然后没有拆保护膜，一点一点给拉进来的。浴缸底部隐藏的进水管和排水管，还有一个电源线。看到这个电机，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冲浪式的。准备工作都就绪了，准备要安装了，才发现这2个冷热进水管有点问题。这个水管直直的立在这里，这个浴缸怎么能放得进去呢？很明显这个是做错了。和客户研究了一番，这个水管要重新整改了。和客户大概讲解了一个整改的方案，然后客户这边说当时做水电的时候给师傅了一个图，让他按图施工。水电师傅也是按图纸留的水管，但是当时量尺寸的时候没有刨掉这个贴墙砖的距离，导致水管留的不合适。现在浴缸的正中心有一个排水管，排水管刚好压到那个冷水的进水管上了，这就有点难受了。现在根据浴缸的总宽度重新测量一下，看一下这个水管应该怎么改。看厂家的图纸，它那个计划是下水管刚好夹在这个冷热水管的中间，这样就不影响。整改方案是：第一，把冷热水管放倒了；第二，就是把这个地脚螺丝呢重新换一个加长的，这个要找厂家协商。感觉和客户已经交代的很清楚了，然后我们就撤退了。看那个时候还在下雪。转眼间就到了2022年，现在刚开工。业主说已经整改好了，所以我们来看一下。这个水管真的是放倒了。水管放倒呢也没有毛病，90度弯头直接放倒。水管没做正是什么原因，这个我也不清楚。但是我们当时要求厂家配那个地脚螺丝换成加长的，但是厂家说他们没有，只有这么长的。既然没有地脚螺丝，我们已经来了，那只能这样安装了，试一下行不行？接好水管，我们把浴缸先推到位，然后用手机拍照的形式来看，果然这个水管还是被浴缸压着了。由于地脚螺丝长度不够，这次还是不行，然后给客户在网上找了这个地脚螺丝有加长的，让他联系商家，让商家给他重新换。这一次呢，反复强调这个加长螺丝是可以换的，客户也了解了，然后我们就撤退了。临走，客户还送了2瓶水。转眼3个月过去了，春暖花开，我们又一次来到业主家，看一下他这次的情况。这一次让我没想到的是，客户把这个地方地砖都刨了，然后把水管又往下改。看来没有采取我的意见，换加长的地脚螺丝。这样做呢，水管的高度确实比上一次要低很多了。既然改成这样了，咱也不好说啥，直接安装吧。但是这个卫生呢，先清理一下，后期装好就不好打扫了。由于水管的长度有限，我们在里边来接水管是不好接的。最后把浴缸放到位，然后找了2个小桶把它垫起来了。才发现这样接水管根本就不够长，容易打成死弯，导致后期冷热水不好上水。然后又重新配了2根加长的水管。由于水管的长度够了，我们就可以到浴缸里边这一边来接水管，顺便把这个排水管也一次性安装好。空间有限，这个活干的是真憋屈。正准备要插这个电源了，才发现插头是10安的，墙壁上装的是16安的，不配套，只能让客户再买一个10安的回来一起给他换了。要不然后期再装这个插座的话，那就费劲了。难关难过，关关过，现在我们再试一次。相信方法总比困难多。
这一次放下去，感觉好多了，有惊无险啊！地脚螺丝都快调到极限了，还好。通电通水，现在测试浴缸，先把这个浴缸呢清洗一下，由于放的时间比较长，太脏了。把这个手持喷头还有一个水龙头都给装上。现在准备就绪，马上就可以试水了。试水前呢，让业主试一下这个浴缸的稳定性。这个人站在里面试的话，感觉比较直观一点。经过这么多次的折腾，客户感觉能装上就已经很不错了。现在我们把水加满，测试它这个冲浪功能。果然浪花很大，如果用它来养鱼的话，都不用配增氧机了。各项功能都正常，现在把水重新排掉，把这个浴缸做一个清理。由于拆包装放的太久了，这个浴缸没少吃灰呀。安装完了，现在抛出一个问题，就是厂家为什么不愿意给这个浴缸换几个加长的地脚螺丝呢？难道换几个地脚螺丝很贵吗？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。拍拍身上的灰尘，振作疲惫的精神。拜拜。